大家好，歡迎來到呆萌彩頻道。這一期呢，我們將繼續股神巴菲特的名言金句解析。今天的內容，第一部分的主題呢，是關於人生習慣與正直的普世智慧。這一部分收錄了巴菲特超越投資領域關於個人發展、品格修養和人生抉擇的智慧箴言。第34條。The chains of habit are too light to be felt until they are too heavy to be broken. 中文，習慣的鎖鏈開始時太輕，讓人感覺不到，等到察覺的時候卻已太重，無法掙脫。點評，這句富有哲理的名言是巴菲特在對年輕學生演講時經常引用的，強調了早期培養良好習慣的重要性。無論是生活習慣、學習習慣還是思維習慣，一旦形成呢，便具有強大的慣性。他以此告誡年輕人要警惕壞習慣的侵蝕，並積極塑造有助於成功的品格和行為模式。第35條。If you hang around with people better than you, you'll get better. If you hang around with people worse than you, you'll drift down. 中文，如果你和比你優秀的人交往，你會變得更好；如果你和比你差的人交往，你會逐漸墜落。點評，巴菲特以這一簡潔而深刻的洞見，強調了社交環境對個人發展的深遠影響。他鼓勵年輕人主動選擇與優秀者為伍，以提升自身的品格和能力。這句金句不僅適用於職業和投資領域，也具有普世的人生指導意義。第36條。You would probably pick the one you responded the best to, the one who has the leadership qualities.The one who is able to get other people to carry out their interests. That would be the person who is generous, honest, and who gives credit to other people for their own ideas. 中文，你可能會選擇那個您最能產生共鳴的人，那個具備領導才能，能讓他人樂於追隨其理念的人。那將會是一個慷慨、誠實，並且會將功勞歸功於他人想法的人。點評，在著名的購買同學 10% 股份的思想實驗中，巴菲特引導學生思考哪些品質最能帶來長期成功。他指出，除了智力和精力，那些能贏得他人尊重和信任的品格，比如慷慨、誠實、謙遜，才是更根本的成功要素。這也強調了人際交往和品格魅力在職業生涯中的重要性。第37條。The problem is not getting rich, but finding a game you enjoy and living a normal life. 中文，問題不在於變得富有，而在於找到一個你熱愛的遊戲或者事業，並過上正常的生活。點評，巴菲特分享了他對財富和人生意義的看法。他認為，找到自己熱愛並擅長的事業，從中獲得樂趣和成就感，比單純積累財富更為重要。同時呢，他也倡導過一種相對簡樸和正常的生活，不被巨額財富所異化。這也體現了他的人本主義價值觀。第38條。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finding the right spouse. 中文，最重要的事情是找到合適的配偶。點評，在談及人生最重要的決定時，巴菲特出人意料地將選擇配偶置於首位。他認為，一個和諧幸福的婚姻對人生的整體滿足感和成功至關重要，其影響遠超事業或者財富。這也反映了他對家庭生活和情感支持的高度重視。第39條。The biggest financial asset that you have going for you by miles is the value of your own earning power over the years. 中文，對你而言，遙遙領先的最大驚人資產是你未來歲月裡自身的賺錢能力。點評，
巴菲特提醒年輕人，最重要的投資呢是投資於自身，提升個人能力和長期盈利潛力。相比於任何股票或債券，一個人的知識、技能和聲譽才是最寶貴的財富。這也鼓勵人們持續學習和自我提升，以增強其在社會中的價值。第40條 The only defense you have in when money is turning into confetti is basically your own talents and earning power. So the best investment you can make is always in yourself. 中文，當貨幣變得像紙屑一樣時，你唯一的防禦就是你自身的才能和賺錢能力。所以你能做的最好的投資永遠是投資你自己。點評，在討論通貨膨脹和貨幣貶值風險時，巴菲特強調了人力資本的持久價值。金融資產可能因為通脹而縮水，但個人技能、知識和創造價值的能力是應對不確定經濟環境的根本保障。這也再次突出了自我投資的極端重要性。接下來的這部分主題是關於長期視角與耐心。這部分匯集了巴菲特關於在投資中保持長遠眼光和耐心的論述。第41條 Only buy something that you'd be perfectly happy to hold if the market shut down for 10 years. 中文，只買那些即使股市關閉10年，你也樂於持有的東西。點評，這句話為投資決策設定了一個極高的標準，即10年持有測試。它迫使投資者深入思考企業的長期基本面和持久競爭力，而不是關注短期市場表現。如果一家公司的前景讓你在市場關閉的情況下感到不安，那麼它可能不是一個值得長期投資的好標的。這體現了巴菲特對長期價值投資的極致追求。第42條 If you aren't willing to own a stock for 10 years, don't even think about owning it for 10 minutes. 中文，如果您不打算持有一只股票10年，那麼就連10分鐘都不要考慮持有它。點評，這是對10年持有測試的另一種有力表述，強調了投資決策應該基於長期承諾。它鮮明地對比了真正的投資與短期投機，也就是以企業所有者的心態長期持有，與試圖從價格波動中快速獲利。巴菲特以此告誡投資者，缺乏長期眼光的交易行為往往是徒勞而且有害的。第43條 Interest rates are like gravity in valuations. If they are low, everything gets lifted. 中文，利率在估值中就像地心引力，如果利率低呢，一切都会被抬高。點評，這句金句揭示了利率對資產估值的影響，補充了宏觀經濟視角，適合現代投資者理解市場環境。第44條 That's all there is to investing is how many birds are in the bush. When are you going to get them out? And how sure are you?中文，投資的全部就在於灌木叢裡有多少隻鳥，你什麼時候能把它們弄出來，以及你對此有多大把握。點評，巴菲特用這個林中鳥的比喻來簡化投資估值的核心問題，就是預測企業未來能產生的現金流，也就是多少鳥，這些現金流何時能實現，也就是何時能弄出來，以及這些預測的確定性有多高，也就是有多大把握。這也強調了對未來現金流的預期和對風險的評估是投資決策的關鍵。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關於特定公司和行業評論的相關主題金句。這部分呢，選取巴菲特在訪談或演講中對特定公司或行業的評論，這些評論往往能生動地例證其核心投資原則。第45條Nobody but Steve could have created Apple, but nobody but Tim could have developed it as he has. 中文，除了史蒂夫·喬布斯，沒有人能創造出蘋果公司，但除了 Tim Cook， 沒人能像他那樣發展壯大蘋果公司。點評，
在年度大會上呢，巴菲特公開讚揚了蘋果公司的2位領導者，他肯定了喬布斯的創始遠見和庫克的卓越運營能力。這不僅是對蘋果公司管理層的認可，也間接解釋了伯克希爾為何會重倉持有蘋果。它體現了巴菲特對卓越領導力和企業持續創新能力的重視。第46條，We should be looking to trade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We should do what we do best, and they should do what they do best. 中文，我們應該尋求與世界其他國家進行貿易，我們應該做我們最擅長的事情，而他們呢，也應該做他們最擅長的事情。點評，在討論國際貿易問題時，巴菲特表達了對自由貿易和比較優勢原則的支持。他認為呢，各國專注於自身優勢領域比進行互利貿易呢，能夠促進全球共同繁榮。這也反映了他對經濟全球化和開放合作的積極看法，也就是在貿易保護主義有所抬頭的背景下，他依然有如此積極的看法。第47條 The best thing you can do is to own a business that can keep raising prices and doesn't require a lot of capital to do it. 中文，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擁有一家能夠持續提價，而且不需要大量資本投入的企業。點評，這句話進一步補充通脹環境下的投資策略，強調定價權，與定價能力呼應，但側重宏觀視角。2008年的金融危機背景呢，增強了這一點的現實意義。第48條 Our primary investments will always be in the United States. 中文，我們的主要投資呢，將永遠在美國。點評，儘管伯克希爾在全球範圍內尋找投資機會，比如在日本的投資，巴菲特在股東大會上呢，明確表示美國仍然是他們最主要的投資目的地，這反映了他對美國的經濟體制、創新能力和法治環境的長期信心，對於理解伯克希爾的資本配置策略呢，具有重要的意義。第49條 This is an economic Pearl Harbor. 中文，這是一場經濟上的珍珠港事件。點評，巴菲特用這個極具衝擊力的比喻來形容2008年9月金融危機的嚴重性和突發性。這個評論呢，迅速傳播，凸顯了市場崩盤的劇烈程度以及對系統性風險的擔憂。它也反映了巴菲特在關鍵時刻向公眾傳遞清晰有力信息的能力。第50條 Competence in markets and in institutions is a lot like oxygen.When you have it, you don't even think about it. When it's gone for 5 minutes, it's the only thing you think about. 中文，信心就像氧氣一樣，當你擁有它的時候，你甚至不會想到它。可是當它消失5分鐘後，它就成了你唯一思考的事情。點評，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巴菲特用這個生動的比喻強調了市場信心和金融機構信譽的重要性。平時呢，這些因素如同空氣般被視為理所當然，但在危急時刻一旦喪失它的關鍵作用，便立刻凸顯，並可能導致系統性崩潰。這也深刻揭示了信任在金融體系中的基石作用。這一系列節目中呢，我們精選了巴菲特的50條名言金句，包括演講版和採訪版。分析這些金句呢，可以發現巴菲特關於價值評估、市場情緒、企業質量和管理層品格的原則。這些呢，不僅經受了時間的考驗，在紛繁複雜的現代市場和商業環境中呢，更能彰顯出它超越時代的指導意義，特別是那些揭示巴菲特投資哲學演講過程的論述，從早期格雷厄姆式的烟蒂股策略，到深受查理芒格影響後對擁有持久競爭優勢的卓越企業的青睞，清晰地勾勒出了一位投資大師持續學習、不斷進化的思想軌跡。那麼戴蒙才在編選的過程中呢，也力求每一條引言呢都具有代表性，並清晰地標注了它的英文原文、中文譯文以及具體出處，來確保信息的準確性和可追溯性。如果喜歡這系列的視頻呢，請記得訂閱、關注、點讚、分享。謝謝觀看，我們下期再見。